三星 Galaxy Note 10、Note 10 Plus。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一期视频中的 Note 10 Plus 呢是港版的4G。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，这个国行的5G 版本还没有开售，但是它们仅限于4、5G 的区别，其他方面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三星的 Note 系列呢，作为大屏手机的开创者和引领者，从2011年开始也算是非常传奇的一个系列了。这个每年呢，我们都会在 Note 系列的测评中说这么一句话，就是目前手机圈真正能称为 Note 的只有三星的 Note， 因为只有它有 Note 的这支笔。Note 系列其实在之前三星的产品序列之中，感觉要比 S 系列高那么半档，因为它总是发布一些最新的技术，比如说Note Edge 全球首款全屏的手机，或者说 Note 4也是率先用上 2K 屏幕的手机。但是近几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尤其是从泵7之后，还有最近的这个 Fold 折戟沉沙，感觉三星的整体气质都不像以前那么跳跃了，要收敛稳健了很多。比如说 S 系列上1.5卢的充电头，但是今年的 Note 10和 Note 10 Plus 感觉让人有点眼前一亮。虽然新技术不多，但是精致感上升了一大个台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不客观真体验三星 Galaxy Note 10系列马上开始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，感谢。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？来小白有品，3天物流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品质二手3C 数码兼货。小程序搜索小白有品或扫码即可上车。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，高价回收哦。这次 Note 10系列主要的震撼就在外观 ID 方面，甚至有点惊艳。得益于集中挖孔的前摄设计，除了在同尺寸下塞入了更大的屏幕，顶部的黑边也可以做到和两侧同宽，再加上和 iPhone XS Max 一样的下巴宽度，屏幕的显示面积已经快赶上这个手机本身的尺寸了。挖孔这边是居中的二郎神设计，并且直径有所减少，开孔尺寸变小，也就意味着视觉的干扰也会变小，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块屏幕上。在我们的体验之中，也确实比 S10 Plus 要更好一些。如果把几台旗舰放在一起，相信不用多说 ，Note 10正面绝对是冠军。而说它惊艳的原因，不仅仅是极高的屏占比，还有极高的一体性。换个词就是精致感和高级感。对比一下 S10 Plus 和 iPhone XS Max 的额头，你就会发现 Note 10的听筒不见了。但是 Note 10并非是 P30 Pro 那样的屏幕发声技术，那么听筒呢？被隐藏在了前摄上面，如果仔细的对着光线，还是可以隐约看到玻璃上面的切割痕迹。在这里隐藏了一条缝隙，用来传递声音。如果不是专门去找，几乎发现不了。或许是考虑到立体声的原因，三星还在顶部补充了一个扬声器的开孔，这才造就了如此一体化的正面，同时也没有屏幕发声技术需要放弃双扬声器的问题。细节的设计还有一处，就是在后摄的右下角，三星开了一个非常小的槽，安放了一颗用来改善视频录音效果的麦克风，也就是声音变焦。作为三星今年机皇级别的作品，我们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。Note 10加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是173，Note 10是170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。两个屏下 Note 10加是188，Note 10是119，表现中等。还有一些小细节，就是 Note 10将开孔终于统一在一条直线上了。虽然没有和 iPhone XS 那样居中，但是比 S10 Plus 交错的开孔要精致不少，细节之处彰显匠心啊。相比 S10 系列 Note 10的屏幕曲率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四角的边框弧度大幅减小，误触的概率很少，正面更加方正和硬朗。同时为了配合这个风格，上下边框也和 P30 系列一样做成了平面，这也是 Note 10系列和 S10 系列除了笔之外最大的区别。 S 系列给你圆润舒适的弧度， Note 系列给你带来的是棱角分明，偏向于商务感觉的硬朗。如果没有这支笔的存在， Note 系列其实更像是 S 系列的巨石强森版。但是正因为三星割舍不去的手写笔，让 Note 10必然出现了一些不太合理的设计，比如电源按键。如果说 S 系列太靠上，有些莫名其妙， Note 10则是直接给挪到了左侧，前期使用非常不习惯。之所以是个必然的不合理设计，是因为在我们强迫自己使用手写笔的时间里，我们发现这个设计变得合理了。因为大多数用户偏向于右手写字，那么必然是左手持机，这个时候电源键在左侧就恰到好处。但是还是要说，这个设计充满了妥协和不合理，因为人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还是手指操作，而非使用笔。相对于日常使用而言，这就不合理了。三星仿佛是在深思熟虑之后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答案。如果说电源键的位置是为了这支笔而有意为之的话，那么这支笔的体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毕竟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，这也是 Note 系列最大的坚持和亮点。手写笔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三星独创的，但是在手机上发扬光大却是只有三星的 Note 系列啊。三星之所以这么有底气，就来自于它的书写体验。
其实书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你现在就可以找出一支笔，体验一下笔尖压在纸上，纸微微下陷，配合恰到好处的阻尼感流畅，甚至有那么些舒适，这就是日常写字的感受。而 S Pen 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模拟出这种感觉。首先是触感，笔尖的弹性，恰到好处的压感和笔触体验，配合不错的阻尼，已经很接近真实书写的感受了。其次是延迟，虽然延迟还没有完全感受不到，但是日常体验还是非常 OK 的。虽然三星系统本身就对 S Pen 有着很多的支持，比如说息屏快写等功能，把笔就可以快速的翻译、制作 GIF， 甚至是启动某些应用，看着好像很不错，但其实没笔没有理由就不能实现这些功能，比如说翻译，比如快速启动应用。而这些功能的前提都是需要按下开关，然后拔出 S Pen， 握好 S Pen， 然后开始操作。如果你是个右撇子，还得把手机换到左手，这其实增加了麻烦和操作时间。所以在我们的整个体验周期之中，如果不是强迫去使用 S Pen， 真的很难想起它的存在。不过这次新增的 S Pen 的手势，比如说在空中挥动笔杆，可以实现切换相机模式、前后切换镜头以及变焦。如果你是一个重度自拍爱好者，或者说经常独自去旅游，这个功能确实方便不少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功能也就在拍摄这期视频素材的时候才用了一下。屏幕方面，这次争议最大的就是 Note 10的 1080P 屏幕了，但是在之前开箱中我们也说了，日常体验中确实不明显。后面我们还有提到，整个系列依然是三星独家的 Dynamic AMOLED 屏幕 ，DisplayMate 给出了 A+ 的评级，素质方面自然是目前的顶级水准。除了刷新率不如1加7 Pro 之外，专业参数方面应该还是很不错吧。实测之下，在鲜艳和自然模式下 ，Note 10支持 99.8% 的 DCI P3 和 95% 的 sRGB， 色准方面也表现非常不错，但仅限自然模式下，平均DPI 3.0， 最大4.9， 显影模式下平均4.1， 最大8.6。我们反复测试之后确定了，应该不是我们的测试参数问题，毕竟 Note 10的显影模式下平均 Delta E 4.1， 最大也有 9.2。后续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排查原因。其他参数方面 ，Note 10 Plus 手动最大亮度436尼特 ，Note 10最大440尼特，而峰值亮度则是遥遥领先 ，Note 10和 Note 10 Plus 都可以达到800尼特以上，这个亮度日常没有任何压力。而150尼特同屏最大亮度差之中 ，Note 10 Plus 以4尼特稳居第一梯队。而 Note 10要稍微落后，有9尼特，和 S10 保持一致。其他机型的详细排名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之中查看，直接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。作为首个打败华为系列霸榜 DxO 榜单的手机，我们在对比硬件参数之后，发现 Note 10跟 S10 系列的参数是一致的，而 Note 10 Plus 和 S10 Plus 的5G 版本一样，都是另外多加入了一颗 ToF 镜头。换句话说 ，Note 10 Plus 是站在了 S10 Plus 的肩膀上。具体表现如何，咱们实测一番。参测手机 Note 10、Note 10 Plus、S10 Plus 以及 P30 Pro 又是一场天王山之战。首先是白天室外场景，三星的手机如出一辙，三台手机在色彩表现、解析力、白平衡、锐化上基本一致，并且表现得非常稳定。在我们拍摄的多组样张之中，三星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，非常厉害。解析力和 P30 Pro 保持一致，毕竟4合1的1000万像素和1200万硬件实力上差距也不大。不过在长焦方面就没得比了，毕竟5倍怼2倍，肯定是要被吊打的。但是三星在长焦的色彩、白平衡和稳定性上依然非常优秀，不仅仅是在长焦，而是主摄和长焦表现一致。相比之下 ，P30 Pro 的长焦和主摄的样张就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，而 Note 10 Plus 仿佛是主摄裁切的感觉。不过在广角方面 ，Note 10系列就没有那么稳了，而是拉高了对比度和饱和度，让样张更加讨好眼球。P30 Pro 的广角表现并不差，但是相对写实的色彩表现对比之下，显得没有那么讨好眼球。夜景方面，这次三星带来了全新的夜景模式，实际对比之下，色彩表现和白平衡 Note 依然非常稳妥，而 P30 Pro 依然是我们深测之中说到的 RYYB 的问题，导致灯光颜色有些变化，比如 HM 的灯牌出现了发黄的问题。虽然色彩稳定，但是整体表现提升有限，多数夜景模式和默认模式下的样张是这样的、这样的，以及这样的。提升有限，甚至没啥改变，并且三星在夜景模式的拍照体验上可以说非常差了。首先是按下快门之后没有反应，虽然在进行拍摄，但是取景框毫无变化，仿佛像卡死了一样，而且也没有进度条，拍摄完成之后还需要等待很久。这个体验和 P30 Pro 相比要差了很多。综合来看 ，Note 10系列肯定是手机圈的顶级拍照水准，但是这个顶级水准稍微有点水分，就是用了很久的三摄组合。这次三星登顶 DxO 依然是打磨了许久的 S10 Plus 上的那套三摄，也就是说，三星的这套模组本来就驾轻就熟了，发挥已经很稳定了，出色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相比于华为更为激进的1年一套模组的策略 ，P30 Pro 首次使用 RYB， 自然在优化上存在一些瑕疵，但是这也是情理之中，我们肯定要肯定这种积极的尝试的嘛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说就是三星偷懒，其实这是很多品牌的策略和选择。就目前而言 ，Note 10系列确实是站在了安卓阵营的拍照机皇，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P30 Pro 的表现了。
性能和续航方面，骁龙85 Plus 加持 UFS 3.0，相比于 S10 系列更进一步。具体跑分方面，欢迎大家访问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，你可以关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从底部打开查看。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三星的表现一直中规中矩，102秒的成绩依然是没有进入100秒大关，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第12，相比 S10 Plus 有所提升。虽然在时间上和其他品牌旗舰相比并不出色，但是体验上依然丝滑顺畅，和 S10 Plus 表现一样，颇有 iPhone 的感觉。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 ，Note 10的系列表现依然非常稳妥，很少遇到 IPP 卡顿的问题。如果不是这个 ID 的变化和中置的前摄，我们甚至感觉自己在用 S10 Plus。游戏方面的表现和 S10 Plus 也是基本一样的，即便是在 2K 模式下 ，Note 10 Plus 也没有遇到卡顿的问题。在发热上 ，Note 系列取消了 S10 Plus 上的热管，本来还有一些小担心，但是实测温度只有43.8摄氏度，在温控上，三星还是一如既往的稳。续航方面，有了 S10 Plus 的前车之鉴，这次表现在我们预测之中。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下 ，Note 10 Plus 2K 屏幕剩余28%，要好于 S10 Plus。Note 10表现则不佳，毕竟少了8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，只有19%，日常使用1天很勉强。千呼万唤，三星也终于迎来了快充时代，终结了 1.5 炉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只有 Note 10 Plus 支持45瓦的快充和15瓦的无线充电，而 Note 10这边仅支持25瓦快充和12瓦的无线充电。重点呢，官方只附带了25瓦的充电器，45瓦的充电头需要300块钱单独购买，并且在截稿之前，45瓦的充电器也没有开售。在原盒充电器下 ，Note 10 Plus 充入了66%，Note 10充入了53%。在我们实测之下 ，Note 10最高功率只有18瓦左右，距离25瓦还远得很。虽然说电池小了快1000毫安时，但是 Note 10 Plus 只耗时了62分钟，而 Note 10耗时1个半小时。如果再加上45瓦，那么两者的充电差距会非常大。总结，这次 Note 10系列给我们带来的经验主要就在 ID 上，总体的体验和 S10 Plus 基本上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不是 ID 区别和没有了耳机孔，其实很难和 S10 Plus 拉开差距。这两台旗舰的关系现在有一点微妙，三星努力想要区分 S 和 Note 系列的区别，但是好的体验它是趋同的，是一致的，这反而极大的缩减了 S 系列和 Note 系列的差别。就比如太过方正的外观对手感的影响，三星不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三星对于两台旗舰必须要做一个取舍。也会是今年 S 系列太过出色，再加上 Galaxy Fold 的失利，迫使三星选择了这种稳中求变的方法，但是也没有真的稳下来。首先是取消了 128G， 全系 256G 起步，这就导致了 Note 10系列的起售价格国行其实非常高啊，这个价格将绝大多数用户都拒之门外了。其次就是 Note 10只有 1080P 的屏幕，虽然说观感上我们感觉差别真的不大，但是心理上的这种感受落差还是比较大的。实测18瓦的快充以及35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3点都已经不叫什么低配了，可以直接叫阉割了，毕竟你是三星的旗舰手机嘛。而港版上 Note 10 Plus 并不支持 5G， 只有 4G， 但是价格真的是非常出色啊。鉴于现在国内的 5G 也不是特别成熟，港版的三星旗舰真的还是有很大优势的。目前的带票价格在6700元左右，相比于国行便宜了1000多块钱，基本上就是用 Note 10的价格买了一台 Plus。其他方面主要就是三星配的不同，港版虽然也能用三星配，但是多数情况下不能在大陆地区使用，因为系统不同，内置的三星配服务也不同。不太影响的地方就是内置服务有所区别，港版内置了谷歌服务和国行默认的软件有所区别，但是问题都不是太大。以上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刷入国行系统进行解决，但是这次大家要注意的是 Note 10系列港版不支持刷入国行系统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。虽然说有一些第三方在做，但是也不是那么稳定吧。其实总体体验完毕之后，我们真的感觉这 Note 10和 Note 10 Plus 跟 S10 Plus 真的体验非常相似。或者说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S10 Plus 呢？价格真的更便宜一些哦。这个港版的 128G 只在5000块钱，高配的 512G 也就6400，跟国行的 Note 10基本上是一个价格。其实三星的旗舰机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说过很多次，它的港版跟国行价差一直都比较大，再加上这次 Note 10系列跟 S10 Plus 的总体体验差别并不大，如果不是特别在意这种硬朗的 ID， 或者说这支笔，这台机器似乎是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。除了视频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在这和大家聊天。我们的数据库已经更新了 Note 10和 Note 10 Plus 的所有18项实测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在公众号里面进行查看。小白优品商城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进入。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、新浪微博小白测评，不客观之敌小白测评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